欢迎来到总教练的小纸条。世界杯 F 组这个死亡之组，在6月15号端出一场真正有内容的大战，荷兰对日本。本场可以说是本届打到目前为止最好看的一场。荷兰2度领先，最后却只能接受被逼平。而日本又一次在面对欧洲传统强权时全身而退。一支没有了3-3的日本队，怎么在客场2度落后还能把比分扳回来？更有意思的是，荷兰明明做足了功课，把日本最擅长的中路锁得死死的，看似具有优势的荷兰又是怎么被逼平的？这集我们就用战术版一块一块拆给你看。先看阵容，荷兰摆出熟悉的4-3-3，范戴克领衔后防，德隆单后腰，前场哈克波、马伦、萨马维尔。日本则是森保一惯用的3中卫，3-4-2-1，铃木彩彦把关。后面3中卫是渡边刚、谷口彰悟、伊藤洋辉。先讲日本这份名单，其实藏着森保一这场的态度。最伤的是少了三山勋，他腿后肌拉伤没能进本届名单。日本左路等于少了平常最会撕裂防线的那把刀。问题来了，少了爆点，你会选择硬塞一个进攻型的球员上去拼，还是反过来把这条边守好？森保一选了后者，左边先发的不是进攻型的伊东纯也，而是更愿意回追、防守更扎实的前田大然。换句话说，他一开场就打定主意，这场先求站稳，别让荷兰舒服。进攻的事后面再说，先把这个取舍记着，他会一路决定整场比赛的样貌。荷兰这边也有个小故事，右路那个萨马维尔是本季才惊喜入选的新人。在西汉姆我们常看到他的速度跟过人，他本来是个左边锋，但荷兰左路第一选择是哈克波，所以科曼把他摆到了右边。记住这个安排，等一下你会看到他的回报。上半场荷兰掌握了主动，控球率接近70%，但这个上半场会让你重新体会一句老话，有球不等于有威胁。荷兰的进攻在上半场最常做的就是把球喂到左路的哈克波，让他带球内切后射门。常看英超的朋友对这招一定不陌生。有趣的是，我在看直播时听到连英语主播也提到，大家都知道他切入后要做什么，所以日本当然也很清楚这一点。森保一在这条路上安排了2层，唐安绿先守住下底，尽量限制他的路线选择。久保建英在内侧补位，把内切那条路也关起来。哈克波被夹在中间，动弹不得。范德芬就算压到很高的位置，也使不上力。结果整个上半场，哈克波只完成1次射门，还是来自定位球。荷兰右边更安静，萨马维尔与邓弗里斯也没有太多有效的攻势。基本上荷兰这边真正有威胁的都还是来自于角球时的明显空中优势，反而是日本在运动战里制造的机会更多一点，虽然也不多。他们以林田大地在后场调度为主，进攻多半从左路的中村敬斗发起。43分钟就有一次很好的机会，中村起脚打进脚，可惜稍微偏了出去，击中门将水壶。记住这个进脚，这是个伏笔。另外今天要称赞一下铃木彩彦，马伦开场那记背身转身的抽射，是他快速挡了出来。日本上半场那套先求稳，撑到下半场初还是被打破了，而平衡一旦破掉，两边就都得开始冒险。这场真正的精彩就是从这里开始。第49分钟，哈克波边路突破，造成了谷口彰悟犯规，送出自由球。赖因德斯从左路把自由球开进禁区，第一时间其实被前田大然顶了出来。但坏就坏在日本，这时防线站位已经出现了松动，球又解到22码处，刚好落到德隆脚下。德隆顺势往右1分，给禁区外的格莱芬伯赫一记传中砸进来。范戴克高高一顶，球先砸在门柱上，再弹进球门。荷兰1-0。不得不说，范戴克的头槌还是世界级的。而这一球进完，两边就都放开了，比赛从这里开始你来我往。才过几分钟，57分钟，日本回敬。今天的久保建英踢得很自由，你看他的热区图，右路、中路、左路都有他的脚印，整片游走。而这一次，他来到了左半边接应。虽然他整场真正在左路拿球次数不多，但就是这次，让荷兰的防守分工无法及时反应，让中村敬斗在禁区边缘得到一个1对1的空间。中村一记隐蔽的近角射门，还记得上半场那球吗？这次他又锁定同一个近角，
带着一点点折射，门将扑不到，1-1。但荷兰马上又还以颜色，63分钟，葛莱芬伯赫带球突破，吸引了防守，把球分给萨马维尔。邓弗里斯的插上让前田大然无法对萨马维尔进行包夹。萨马维尔从禁区右侧内切，用他的左脚在草皮上画出一道漂亮的贴地弧线，钻进远角，荷兰2-1。你看，这就是科曼把他摆右路的回报。一个国家队生涯刚开始的新人，用一球证明了这个安排没选错。进球后，他也跑到场边，热情拥抱助理教练范尼斯特鲁伊。领先之后，科曼率先出招。69分钟，一口气换了3个人，而且全是对位换人。廷博换赖因德斯，没问题。迪佩换马伦。照科曼赛后的说法是觉得迪佩持球更好，这个理由我勉强可以给过。但是用科普麦纳斯换下萨马维尔这个决定，我整个满头问号。一个刚刚帮你打进反超球的爆点，换下来换上一个不擅长持球的人，上场之后只碰了4次球。本来想守住领先，却是把球权、把场上的气势一点一点让了出去。74分钟，轮到森保一出招，而且是大动作。他把整条右路换血，小川航基、菅原由势、富安健洋一次换掉，久保建英、唐安绿、渡边刚。这里要补一句，久保其实是带伤下场的，他跟邓弗里斯碰撞后膝盖不舒服，赛后还冰敷，坐着轮椅离场，状况得再观察。另一个关键是伊东纯也，他一上来，日本的边路才真正活了起来。别看他已经33岁，在缺了3-3的这支日本队里，他在边路的跑位跟传球还真找不到第二个人能替代。到了81分钟，科曼换上阿克，把荷兰变成5后卫，意思很明白了，他就是想守住这个比分。但问题是，从这个时候开始，球场上的风向已经悄悄变了。75分钟之后，控球权整个反转到日本这边，一度来到接近7-3，前场的威胁越来越多。而日本今天有一点特别值得称赞，就是那股韧性，他们2度落后，但你从球员的表情跟动作上完全感觉不到急躁，不会为了追分而乱了阵脚。说真的，看着看着，你会一直相信他们追得回来，甚至能反超。然后89分钟，又是一次直传球找到下底的伊东纯也，传中制造角球，角球开出，小川航基的射门打在了连田大地头上，出现折射，门将反应不及，没有这个折射，这球可能是会被挡掉的。最后这颗扳平球算在了连田大地身上。小川航基又一次扮演了板凳暴徒，上个月对冰岛的热身赛，他也是替补上场，87分钟顶进一记绝杀头锤。这一次他换上来又制造了好结果，2-2。日本又一次对上欧洲传统强权全身而退，而这早就不是巧合了。森保一这支日本对德国、西班牙、英格兰都拿过好结果，这次再添荷兰一笔。但真正让我觉得这支日本不一样的是赛后，你以为2度落后还能逼平，球员会说拿到1分很满意吧？结果森保一第一句就讲他要的是3分，不是1分。一支2度落后的客队，赛后第一反应居然是我们本来能赢，日本的胃口已经跟以前完全不同了。对荷兰来说，2度领先还被绝平，自然是失望的。科曼的换人也吃了不少批评。但这场比赛从赛前的布阵到战局生变时2位教练的取舍，真的有太多值得聊的地方。那么这支没有3-3却越打越有韧性的日本，你觉得他们能一路走到哪个阶段呢？留言告诉我。这里是总教练的小纸条，从战术看懂世界杯，记得订阅开小铃铛，我们下个影片见。